爱的真意，超越自我中心的爱。在当今社会，爱这个词彷佛变得模糊不清，它的真正含义在日常生活的喧嚣中逐渐失去。我们常听到人们谈论爱情，但这种爱往往被浅化为一种基于个人满足和利益的情感。然而，真正的爱远远超越了这些表面的定义。它不仅是关于情感的交流，更是深层次的无私给予和对他人福祉的关怀。在这段视频中，我们将探索爱的真意，并透过一个简单而深刻的故事，揭示爱的本质。1. 科茨克拉比的启示。科茨克拉比的故事是一个深刻揭示爱的真意的寓言。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安静的小镇上，一位名叫科茨克的拉比偶然遇到一位年轻人，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烤鱼。拉比走过去，好奇地问他：年轻人，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吃鱼？年轻人毫不犹豫地回答：因为我爱鱼啊。科茨克拉比微笑住，却带着一丝深思的语气说：你真的爱鱼吗？如果真爱它，为什么要将它从水中取出，结束它的生命，然后放到火上烤呢？不，你不是爱鱼，你爱的是自己。因为鱼让你感到满足，所以你才会这样做。这个故事简单却深刻，它揭示了一个常见的误解。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是在爱别人，但实际上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往往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。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爱，拉比称之为愚爱。在这种爱里，对方不过是满足我们自身需求的工具。真正的爱与愚爱截然不同，它不是基于自我满足的欲望，而是基于对他人的深切关怀和无私给予。真爱是当你看到对方快乐时，你也会感到快乐；当对方痛苦时，你也会感到痛苦。它是一种深层次的情感联系，一种不求回报的付出。科茨克拉比的故事提醒我们，要反思自己对爱的理解。在我们的关系中，我们是真正关心对方的福祉，还是只是在寻找满足自己的方式？当我们说我爱你时，这是基于对对方的深切关怀，还是只是因为对方满足了我们的某些需求？真正的爱是一种成熟的情感表达，它要求我们超越自我中心的思维，学会从对方的角度出发，真正的理解和关心对方的需要和感受。这种爱不仅仅是情感的交流，更是一种灵魂的交融，一种生命的共鸣。科茨克拉比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，它还是一个关于成长、自我反思和超越的故事。它教会我们，真正的爱远远超出了我们日常所理解的范畴。它是一种深刻的、无私的给予的力量，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，触及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情感。2. 愚爱与真实爱情的对比。在探讨爱的本质时，我们经常遇到一个关键的区分：愚爱与真实爱情之间的对比。这种对比揭示了爱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，一种是基于自我中心的欲望，另一种则是深刻的、无私的情感投入。愚爱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爱，它源于个人的需求和欲望，并以此为出发点。在愚爱的关系中，爱是条件性的，基于对方能为自己提供什么。这种爱是消费性的，对方被视为满足自身需求的工具。例如，当一个人说他们爱上了某人，往往是因为那个人满足了他们的某种需求，无论是情感上的、物质上的还是心理上的。这种爱是建立在自我满足的基础上的。
当这些需求不再被满足时，爱也可能消失。相对于爱，真实爱情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情感连接，它不是建立在个人需求的满足上，而是建立在对方的幸福和福祉上。真实爱情是无条件的，它不寻求回报，不以个人利益为导向。在这种爱中，一个人的快乐来自于对方的快乐，他们的痛苦也成为自己的痛苦。这种爱是关于给予而非接受，是关于理解、支持和共同成长。真实爱情要求我们超越自我中心的思维，学会从对方的角度看待事物。它要求我们放下自我，真正的关心对方的需要和感受。在真实爱情中，两个人共同创造一个支持、尊重和理解的环境，他们一起成长，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。这种爱的转变从我需要你，因为你让我感觉良好，到我爱你，所以我关心你的感受和需求。这不仅仅是语言上的差异，更是心态和行为上的根本转变。在真实爱情中，爱是一种行动，一种持续的努力，旨在培养和维护一种深刻的情感联系。总之，爱与真实爱情之间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出发点和目的，前者是自我中心和条件性的，后者则是无私的、无条件的。真实爱情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，而是学会以完美的方式爱一个不完美的人。这种爱是成熟的、深刻的，它是人类情感中最纯净和最有力量的表达。3. 给予的力量，爱的本质。在探讨爱的本质时，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个核心概念：给予的力量。这种力量不仅塑造了爱的真正含义，也揭示了爱与自我中心欲望之间的根本区别。给予是爱的核心，它转化了我们对爱的理解，从一种基于接受和满足个人需要的情感，变成了一种无私的、以他人为中心的行动。给予的力量源于一个简单却深刻的真理：我们爱那些我们为之付出的人。当我们给予他人时间、注意力、支持或爱，我们不仅仅是在帮助他们，我们也在建立一种与他们的深刻联系。这种联系超越了表面的情感交流，它触及了我们内心的深处，让我们感受到真正的满足和幸福。给予的力量体现在我们对他人的无私关怀中。当我们真正关心他人的福祉时，我们的行为不再是为了获得某种回报或满足个人的需求，而是出于对他们幸福的真诚愿望。这种无私的给予是爱的最纯粹形式，它不求回报，不计较损益，只是单纯的希望对方好。然而，给予并不总是容易的，它要求我们克服自我中心的倾向，学会将注意力从自己转移到他人身上。这种转变可能需要时间和努力，但它带来的回报是无价的。通过给予，我们不仅丰富了他人的生活，也丰富了自己的内心世界。给予的力量还体现在我们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中的冲突和挑战。当我们从给予的角度出发，我们更能够理解和同情他人的感受，更能够找到建设性的解决方案。这种以他人为中心的态度有助于建立更深层次的信任和理解，从而加强关系的稳定性和持久性。给予的力量也是自我成长的源泉。当我们学会给予时，我们也在学习如何成为更好的人。我们学会了同情、耐心和谦卑。这些品质不仅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伴侣、朋友和家庭成员，也使我们成为更好的社会成员。总之，
给予的力量是爱的本质所在，它将爱从一种基于自我满足的情感转变为一种深刻的、无私的、以他人为中心的行动。这种爱不仅丰富了我们的人际关系，也丰富了我们的内心世界，使我们成为更完整、更成熟的人。通过给予，我们不仅表达了爱，也体验了爱的真正含义。当我们重新定义爱时，我们不仅揭开了它的深层含义，也发现了爱的真正力量。真爱不是寻求个人满足，而是无私地关注他人的幸福。它超越了物质和表面的情感，达到了一种灵魂的共鸣。在这种爱里，我们学会给予而不仅仅是接受，学会关心而不仅仅是索取。真爱是一种行动，一种持续的努力，旨在培养深刻的理解和共鸣。这种爱不仅丰富了我们的人际关系，也提升了我们的内在世界。通过重新定义爱，我们不仅学会了爱他人，更学会了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。谢谢观看，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。